守护本君2000余年，你有功。今日封你为仙剑之魂，滋养万年后，名列仙尊。羽之仙剑出世了，有了此物，定能让天墨星更进一步。就是不知这是第几剑。仙剑，待老夫以仙兽之魂操控此剑，天陨星终是囊中之物。师傅兄，星罗盘！幸亏曾兄机密，我们暂时脱险。但这罗盘已然受损，恐怕不足以供我们横渡虚空了。星罗盘，巨魔族重宝，可惜只是一个残次品。曾宁，你若跟老夫走，老夫保你平安回到朱雀星，如何？老夫三魂之上还有第四魂，就在老夫身边的棺材之中。周易前辈不曾提到过这第四魂，此事不知真假，只能试探。前辈所说这些，怕是另有目的。你心中已然知道，问鼎大能所下封印，根本不是我能解开的。好，有胆识，不愧是周易选择之人。那便跟老夫走一趟吧。奴印不稳，宝塔克制。孙泰，这宝塔上是周易前辈所留意境，乃是专克你之物。周易，你们石英宗在下已有所了解。那棺材之内的尸块，想必是别人的魂魄吧？你那所谓的第四魂，不过残魂而已。老夫今日不跟你少儿一般见识。他能被吓退，想必那第四魂真是残魂，他冒不起这个险。曾兄，那孙泰修为极高，日后还得多加小心啊。无妨，周易前辈先前传音叮嘱，留此人有大用，否则刚才我便已让他四魂尽灭。这小辈杀不得，进不得，真是麻烦。唉，就是不知周易所说的大用，又是指的什么？曾兄，罗盘一毁，往后的路只能靠我们自己飞了。赤虎兄，这星罗盘你只带了一个？这等宝物，乃是无数年前巨魔族牵制朱雀星时带来的，如今毁在我手里，就算安然回去，也定要受罚。赤虎兄，不瞒你说，这星罗盘我会修复。但修复星罗盘所需代价极大，若是成功修复，这罗盘须归我所有。罢了，
赤虎兄实在为难，在下也会修复，全当交下赤虎兄这个朋友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只是日后曾某若要借星罗盘一用，赤虎兄可不要拒绝。以我族内那些老家伙的性子，将来断然不会轻易接触。索性今日直接送你。曾兄，这罗盘归你了。那在下谢过。还请赤虎兄为我护法。按照古神记忆，星罗盘便是此物打造。这曾牛胆色超群，修为惊人，更是得到了周易的问鼎之境。与其真心结交，日后对我族定然有所帮助。曾兄，可是修复好了？横渡虚空，应当没有问题。武之二剑，入！若是仙界仍在，去洗仙池一泡，你元神只要不灭都可恢复。但如今要你恢复元神，只靠一把宇之仙剑不够。婷儿，你这又是何必？这几千年的仙气积累，你想全部耗费一空不成？我不让你死，你便不能死。还有，我不叫婷儿。是了，你不是婷儿，我本就想起了一切。不过，婷儿这个名字，我很喜欢。来了。那是仙剑。婷儿，3把仙剑已然足够。不够，4把仙剑的剑魂才可万无一失。麒麟仙兽，大罗剑宗的护山神兽。此兽是剑尊聆天后的翅膀，难道？凤迎至尊。
看上一眼便会被剑意所伤，这老者的修为恐怕通天。阁下可是仙人？禁灭魔多年，这怎么可能？退下！仙界早已破灭，你若真是仙人，老夫今日便干一回弑仙之事。孽畜！当年你的先祖尚且不敢在本君面前如此造次，仙界碎灭，难道你的传承技艺也丧失了吗？原来是一只没有得到传承的刺手。想起来了，罢了，仙界不在，我惩罚你又有何用？只一子，剑尊就被灭了2剑。一只毁我2剑，即便天运子也做不到。此女自称本君，莫非是仙君不成？那今日这仙剑，定是取不到了。不对，按仙界律法，应当诛灭元神才对。他并未杀我，或许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仙君威能，在下今日还想讨教一番。停！仙人不过如此。此剑，仙君的生机已经不多。这仙剑还是交给老夫来用吧。停啊！让我出去吧。仙剑若是全部用完，你恐怕再无苏醒之日。你不能出去。剑魂，出！天运子，你若阻我取剑，今后你我两派再血战1000年。天运子，老夫天运子，今
日结个善缘吧。仙剑有缘者得之，你若得到，自是有缘。铁木子，4把仙剑，我天墨子不贪，只取1把，到此。你敢抢我大罗剑宗之物，等我图你天墨星吧！恭候大将。这剑给你就是，但剑魂不要取走。此剑归我。仙剑没了剑魂，终究少了神通未能。灵天后，你得仙剑乃是天意，老夫不阻你，好自为之。你生机所剩无几，看在你是仙人的份上，老夫不杀你。剩下的剑魂不能再取。不知为何而生的一缕残魂。当你为我燃烧元神之时，我方才明白，我正是因你痴情而生。周易，谢谢。若有来生，希望我不再是残魂，希望你还陪在我的身边。不过如此。生死之间，造化弄人。我不叫婷儿，不过婷儿这个名字我很喜欢。我生，你死。
难道我们命定如此吗？生与死，本着一线之隔。死，不仅仅代表着结束与消亡，也能以新生存于心中。生死本就是轮回流转，但这生死流转之间，却是造化弄人。是何意境？如此情境下，竟产生了突破。生死意境由此番突破，化神中期于我而言，只差半步了。看你这仙力，还能坚持多久？仙剑，幸亏老夫！有股毁灭一切的意志。仙人已死，区剑魂，也敢负我！这剑魂修为颇高，依然具有仙尊实力。仙之一下，老夫又无法发挥全部修为。我的妻子每1000年需要1000块仙玉维持身体不变。200羽之仙剑，还有这种好事？这位道友，2把仙剑。你给我1把，我混元宗8人保你平安，如何？混元宗算什么玩意儿？道友，你若给我1把仙剑，我天魔门保你平安。3个化神后期，8个化神中期，其余都是化神初期。这2把仙剑，我天地6合派志在必得。现在退不得，一旦退后，将是万劫不复。化神初期的意境，也敢在老夫面前卖弄，找死！何为生？无敢起时，这是什么意境？意境，开！
老夫怕你不成？一小道可恶化神，确实罕见。何为死？什么意境？这黑白图画怎会有种心惊之感？原是永固，轮回生死轴。我的修为虽是化神初期，但意境却在刚才达到化神中期，生死意境达到了第2个层次。就算是化神后期，我都敢一战，何况是你？神魂俱灭！化神高手正被生命斩杀。对方人数众多，他们若为了仙剑死战，宗兄恐怕难以取胜。阁下意境虽说强大，但到底只有一人。仙剑，你保不住。花落谁家，总归是要搏一搏的。混元宗的，上！天魔门的，命令抢到仙剑，不计代价。走！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性命你们自己都不珍惜，那便实在是不值钱了。你还不出现吗？难道说？应变修士，你知道我在这里？当然知道。这一路上，你一直跟随。是阴宗。咱们做个买卖如何？我帮你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给我1000年的自由。这1000年，我不去找你，你也别闲得没事捏碎我的元神，如何？前辈是想从今往后和我再无瓜葛，可1000年太长，而且我若是在1000年之内死了，又该如何？周易，老子真是上了你的当！他若是没活1000年，老子这元神就陪着死去！今日若放跑一人，老子也得跟着他，负责安宁。天魔门走！在应变修士面前，化神期果真微不足道。他除外。1000年之内，我为你出手一次，你给我好好活着。师傅兄，上来吧，我们回朱雀星。此次仙界之行，收获颇为丰富，想不到还遇见了天运子前辈，还有那大罗剑宗老者。这些老怪的修为太强，所幸知晓最后2把仙剑去向的，只有孙台和赤虎2人。不杀之恩，在下谨记。曾兄放心，
今天的一切事情，我谁也不会说。我赤虎以我巨魔族发誓。红蝶肆意妄为，我断其一臂，朱雀国想必不会坐视不管。若是将来问起红蝶所为，换作是我也绝不轻饶，怪不得曾兄。赤虎兄，我们朱雀星再见。曾兄，若有机会，定要来我巨魔族，你我二人把酒言欢。告辞。5个月前，天之骄女被断一臂，狼狈返回朱雀国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一时间，曾牛的名字传遍朱雀星，成为众修士议论的对象。不少人因曾牛的事迹，将其视为新一代天骄。直至3日前，巨魔族少族长回归，朱雀国使者立刻秘密召唤赤虎，调查此事。使者大人，我不知他真名，只知是叫曾牛，修为深不可测。启禀使者大人，曾氏家族全族名册在此，天魂国中确有此人，但那曾牛不过是一筑基修士，必是有人冒名嫁祸，请使者大人明鉴。此画简是朱雀山经秘术得到的曾牛长相，从今往后，尔等一旦发现此人，即刻诛杀。胆敢有包庇者，整个修真国陪葬。不得寻找曾牛踪迹。弟子遵命。谨遵法旨。朱雀圣山竟能免其痛疾，这曾牛到底是何许人？曾牛，我们的战斗并未结束，我等着你来找我。师傅，这雨天赶路，灵力消耗加快，倒也算是一个修炼的方法。不错，若是你始终如此勤奋，10年内定能结丹。师傅，你说那曾牛应该是什么修为？他莫非达到了传说中的应变期？此人的修为应该是化神后期了，不可能应变。否则的话，红蝶绝不会断臂，而是身亡。没催的，若不是尾顶出了故障，传错了星球，咱早回来了。道友，这朱雀星最近可曾发生什么大事？最大的事，当然是曾牛此人啦。曾牛？是啊，曾牛，红蝶断臂就是因他所赐。你可知这曾牛长什么样子？前辈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朱雀国也没有发布任何有关这人的消息。朱雀国竟没有发布通缉，此事透着古怪。小丫头心直口快，不错，这瓶丹药对你结丹大有好处。
帝丹，徒儿，你有大造化了。是吗？去就过去，也不知婉儿怎么样了，是该回家了。也很饿吧？才吃了12个门派，仙界之行损失太大，加把劲儿把这楚国吃光！我是巨魔族的曙光！能先战，使者大人不会放过你的！哦，使者大人，是他。依族中长辈所言，此人虽只有化神初级，却是朱雀星前往仙界的6位高人之一，确实了得。只魔道弟子斩白，偷窃宝典，欺师灭祖之事，早已被整个霹雳国通缉。我奉劝你快些走，否则你在此地的消息一出，你必死无疑。化神期的滋味，可比金丹元婴之流滋补多了。可惜啊，没吃成。仙界之行实在是耻辱。哼，若非那曾牛袖手旁观，我岂会沦落到此等境地？名震朱雀星的本该是我。不过，他能断红蝶一臂，想来修为必定不是表面的化神初期。在修为突破前，我还是少去招惹他为好。宗主，身体为重，这弹琴很是耗神呐。那人的来历查到了吗？只是知晓那人年纪不大，月余前他突然出现在我楚国境内，7天连灭12派，杀了数名元婴修士。不知下一个目标是谁呀？过几日，等我身子好些，会把你们的魂血归还。宗主，你们各自逃命去吧。若是曾牛能来我楚国，此难定能化解。曾牛，怕是连我楚国的名字都已听过。云天宗，怕是此劫难逃。宗主100年内3次结营失败，全靠丹药吊命。若非他心中存着再见那人一眼的念头，怕是数年前结营失败的那次，就已香消玉殒了。外来修士都要将这楚国修真界杀穿了，连巨魔族都不敢插手。即便他在，怕是也没有办法救得了云天宗。楚国门派混杂，云天宗也不是善类。你，婉儿在云天宗也不是1天2天了，有些事情我可以处理。这是我炼制的魔头，只要你心念一动，便可唤他出来。
从今以后，你要寸步不离的守护婉儿。以后我就叫你小林吧，师兄。小林，你的主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与婉儿多年未见，得给她买些喜爱的东西。这位客人，不知需要买些什么物品？单方，5品以上。5品单方，价值连城。限额内只有3份。客人稍等，我这就去给您取来。客人，这3份5品单方啊，其中2份取自楚国的云天宗，还有1份则来自大漠的天涯门，都是极为难得的上品单方。这是丹药功效的玉简，客人请看。不用看了，我要这天涯门的灵聚丹单方。你这炼气阁可有6品单方？6品以上单方，那已然是无价之物。我炼气阁只有1张，不过此物只在每10年1次的修魔拍卖会中售出。客人若是想要，不妨等2个月，2个月后就是拍卖会。太久了，先买单方吧。客人您是想以物换，还是以灵石买？灵石。这，凡是达到一定级别的物品，我炼气阁一般不以灵石出售。客人，掌柜，极品灵石。食之无味。听闻楚国有个炼丹大宗，宗主还是个美人儿，叫什么来着？云天宗。我倒要看看，这美人儿被虫子寄生，还美在哪里？敢在楚国下此毒手，你可知云天宗的王林大人有为从人？王林，没听说过。天下化神除了那寥寥数人，其他不过盘中鱼肉而已。听说没？修魔海近日来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高价收购丹方。离城有家铺子见财起意，准备强行出手，结果被那修士全给修魔海诸多店中，不乏元婴高手坐镇呐。哇，元婴，神魂俱灭啊！恭贺主子，10日便购得了8张5品丹方。婉儿若见到这些，定会欣喜。楚国终于到了。这是心魔，不可能！以我修为，邓仙的心魔根本无法进入我的元神之中。找死！此战凶险，想走的人
依然可以离开。若非宗主出手炼丹，老身永无结阴之日。今日之难，老身绝无弃宗主而去的道理。誓与宗主共进退。宗主炼丹操劳，才有云天宗今日10余位元婴的鼎盛。我等受此大恩，今日誓死保护宗主，绝不负大宗主当年嘱托，虽死不悔，虽死不悔，虽死不悔。云天宗的小辈听好，送出丹药，让你们那宗主给我亲自出来迎接。前辈身为化神高人，何必为难我们小国宗派？若是有丹药上的要求，还请前辈吩咐，我云天宗定然全力满足。你就是宗主，给我出来！施阵法倒也有神奇之处。前辈，此阵是巨魔族为保我云天宗安全亲自布置，还请前辈看在巨魔族的份上，莫要为难。巨魔族，你们不妨也叫唤几声，看看你们的巨魔族主子会不会来叫。云天大阵坚持不住了，全力维持。全力应敌，护送弟子。众弟子先行撤退。快撤！有几分姿色，味道应该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不说。好办。住手！我叫李牧。前辈，有什么要求，请说。简单，杀了你们，拿走丹药，这里成为我一处寝宫。至于你，就做我的侍女吧。敌人太甚！看来我还是太神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云天宗灭！老多小心！不要！倒是有些保命手段。师兄，我好像等不到你了。以你修为，是如何坐上这云天宗宗主之位的呢？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
以你修为，是如何坐上这云天宗宗主之位的？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你回来了，大公主，僧牛！什么？大宗主就是僧牛？红天一臂的僧牛，是你要灭云天宗？僧牛，我不知道云天宗是你的地盘，此事是我鲁莽。鲁莽？那便尝尝鲁莽的代价吧。僧牛，你莫要欺人太甚！今日我便欺你了。想逃？僧牛，我不过杀了你几个地阶弟子而已，何必赶尽杀绝？杀绝又如何？没错，以崇寿继人，行使天地法则。天地残酷，人可吃兽，那么兽也能吞人。走。恶魔头婉儿，刘匪宋清，下令封山，任何人不得外出。是。感觉好些了吗？
的吗？真的。婉儿，你刚好些，快好好休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上次离开时，婉儿尚还安好。回大宗主，李长老100年间3次结印失败，尤其是3年前那次，更是险些身亡。自那之后，他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。唉，之前老夫为宗主调理身体时，发现他曾因过度施法而伤及本源，导致寿元大减。如今宗主寿元已尽，全凭丹药续命，才撑到现在。若是寻常结丹修士，恐怕早已伤及本源。那御剑威力如此惊人，竟是婉儿消耗寿元炼成。婉儿与王卓不同，她当时寿元未尽，我还能助其转生。可婉儿寿元已然透支，强行改命，定难逃天道数月。现如今，只有助他成功结印，才能保住性命。刘斐、宋清，在。我要带婉儿离开。从今日起，云天宗继续由你们掌管。是。还有，我是曾牛一事，不可告诉任何人。至于那些弟子，大宗主放心，我会抹掉他们的记忆。羽飞愿追随大宗主，护宗主安全。铁岩也是。周易前被宗主附过，仙域宝塔必须在阴寒之地释放，体内仙气也能暂时帮助婉儿压制体内的死气。塔中虽只有一丝稳定意念，但威力着实不容小觑。多谢大宗主。这些年，我确实亏欠婉儿太多。师兄，你醒了。这是什么？是一位前辈的法宝。此次仙界之行，我有缘与一前辈结识，他临终前托付我，让我帮忙照看此宝塔1000年。可是，在仙界发生了什么危险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若想听，我便一一讲给你。所以，这宝塔中是周易前辈的妻子，而他则为了替妻子报仇，化为剑魂追去大罗剑宗，不知结果如何。不论结果如何，这都是他的选择。希望他可以如愿。这是送你的礼物。虎皮灵丹丹法，这些都很珍贵。师兄从哪里得来的？你若喜欢，往后我再多多帮你寻来便是。谢谢师兄。师兄，婉儿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何事？这是云天宗众人的魂血，辛苦师兄帮我归还于他们吧。我怕自己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再连累了他们。你不会死。
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死，绝对不会。你就在此处安心疗伤，我定能将你治好。我们的新家。大宗主，已经确定了，修魔海内即将拍卖的6品丹方正是归元丹，就在7日后。这是请帖。知道了。那我们先告退。等等，每一个化神修士都要有一段自己对天道的感悟。天道虽无情，但你要寻一段经历，至少让自己感动。你2人体内的灵力较为庞杂，这宝塔是最好的磨压之地。去100里之外，何时能凭自己的修为走进3里？我再继续点拨你2人。多谢大宗主。仙域宝塔虽然能压制死气，但终究只是权宜之计。若有6品归元丹在手，定可彻底镇压死气，为婉儿恢复生机。6品归元丹是典籍中的上古神丹，没想到丹方会在修魔海出现。我会拿到的，助你结硬。师兄要走，我去就会，很快。我想和你一起去，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没大碍的。婉儿，我之前在宇智仙界断了红帝一臂，此次回到朱雀星，他定怀恨在心。此一去，人员庞杂，此处的宝塔可抵御问鼎以下修士的攻击，这里最为安全。师兄，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。婉儿，而且修魔海还有一个我一直记挂的地方。宗主今日怎如此高兴？传闻修魔海是宗主与李长老相识的地方，故地重游，当然开心了。他都邪派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当年的洞府就在这里，洞府消散，昔日的记忆全都不在了。师兄，我们走吧。洞府没有消散。大宗主，这是生生拔出了一座山呐！婉儿，洞府没有消散。一模一样。当初你带我来到这里，说要长期居住，便打造了这个洞府。这洞府我打算长期驻留，若是被人破阵闯入，我大可一走了之。至于你，生死靠自己。后来，我就在此地炼丹，等你归来。我记得那天，你带回来了一条蛟龙。师兄，我当时一直想问你是怎么抓到它的，可那时你一脸冰冷，我又不敢去问。再后来，我在这里等了你3年，没想到你一回来，后面就跟着一大群人。
当时多亏了你的阵法，才帮我拖延了时间。我帮了你，师兄也救了我。师兄，我们在这儿住几日可好？好。师兄，这是什么？是我收服的灵兽雷蛙，只是仙界一行，它受伤严重，还未来得及医治。之前炼的丹药已对我无用了，不如给他。真的有效果。婉儿，我们该走了。前辈您能来，必可蓬荜生辉。此地杂乱，还请随我上3楼。难道有什么门路？这次老子可做了不少准备，出手必定。还记得前些日子购买丹方那个神秘人吗？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来啊？化神行者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你，2位护从都是元婴大圆满，我等岂敢妄议？今日这丹方，我势在必得。禀老祖，阁中已发现多名修士，疑似化神期。化神修士。此人身边竟有2个元婴大圆满做随从，定是堪比修魔海大城主的化神高人。前辈在此稍后，拍卖会即刻开始。
的生面孔，也敢阻我神识？化神奇，晚辈不知前辈在此，还望恕罪。邱道友，别来无恙。王林，你居然化神了！听闻碧阁此次拍卖会惊动了不少化神道友，特意前来，老夫感激不尽。诸位若是看上什么东西，尽管出价。若有法宝，我炼气阁也可当场作价。祝各位得偿所愿。啊，是他。啊，孙道友，可曾想起什么？当年之事，是孙某鲁莽了，王道友莫要见怪。短短200年，当年的结丹修士居然已突破化神，修为压过孙某，倒是孙某该向王道友请教一番了。啊，王道友此番来碧阁，不知道看上了哪件法宝？6品丹方。若是其他物品，在下可以做主送给道友，但这丹方是有人寄售在此，孙某确实无法帮忙。无妨，若是换不到，我抢来拓印一份便是。此人看似温和，却杀机四溢。若是真在我阁内动起手来，如何是好？接下来将是一件重宝，此物想必各位道友都已经知晓，它是一张6品丹方。6品丹药只有朱雀国才可以炼制而出。但若是拥有了丹方则不同，此物的价值大家心知肚明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按物主要求，起拍价1万上品灵石。这谁拿得出来呀？可有道友出价？我虽有比灵石贵重的仙玉，可若是用出，势必暴露身份，引发朱雀国追查。我以此物作价。好。道友，你可曾见过此物啊？王道友，那木雕之内的血色经脉，莫非是雪域国的冰雪傀儡之术？此物我等并未见过，但可以确定它的功效与元婴后期的傀儡一样，因此作价5000上品灵石。道友莫怪，阁内小辈不识货，单凭血经脉就可使那傀儡的价格翻番，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一丝化神意境。道友，这法宝老夫买下了。这枚紫玉简可以在我炼气阁任意一殿换取2万上品灵石。2万上品灵石。2万！我家小姐出3万上品灵石。3万！又来个，竟给老夫添乱！要是这小子真的动手，王兄，我这里还有4000上品灵石。不用。你2人在此守护。是。晚辈子熙见过前辈。你引我来此，若是不能说出让我满意的原因，休怪我无情。前辈心智过人，小女子佩服。莫有废话！
刚刚化身尚未晚过，领悟的也不过他人意境。退下！如此两力。前辈，晚辈之前鲁莽，实乃逼于无奈，还请前辈看在这6品丹方的份上，帮晚辈一次。晚辈乃周国缥缈宗之人，我父亲是缥缈宗宗主。20年前，父亲进入仙夷之地，至今未归。那仙夷之地是朱雀心2大兄弟之一，与九幽蛮荒齐名。晚辈的修为无法进入，还请前辈助我进去，把我爹骸骨找回。没有时间。此玉简价值2万上品灵石，算是拓印之钱。这归元丹方中记载了各类药草及材料137种，其炼制难度前所未有。更关键的是，其中药材大部分是稀世珍宝，并且早已绝迹。我宗也只有不到20种存货。空缺的药材只能逐个研究，找出其代替品。婉儿的身体不知还能等多久。云天宗上下待命，不计代价，宗内有的立刻取来，若是没有，就高价去其他宗派换。这丹方当中的药材，不乏一些4、5级修真国的镇派之宝。那我便亲自去取。走吧，都给我仔细的找，要快！是。大长老，宗内所有4品炼丹师均已到齐。不对，统统不对！替代药材的属性分离及搭配，绝不许有丝毫差错。再粗心大意，统统给我滚出云天宗！婉儿，这是我生死一境当中的生机之气，你吐纳看看。我感觉好了一些，只是忽然有了困意。你现在身体虚弱，想要这生机在你体内发挥作用，就需要长时间的休息。你安心歇息。师兄，婉儿不怕死，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。300年才开花的陀罗莲，老子终于等到了。也敢抢！今天你走不了了！拦我者，别怕，我在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
气磅礴，婉儿的状态越来越差了。不够，不够，再去找！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大宗主真是辛苦，既要外出到各地寻药，又要趁着宗主清醒前赶回。宗主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自从我返回楚国，2年来不间断的行气滋养和灵力灌注，婉儿却还是越来越虚弱。婉儿若是强行结婴，怕是元婴尚未形成，肉身就会立刻死亡。那时未成的元婴也只有消散一途，连聚魂都做不到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大宗主，最后一味幽魂草，用另37种药材替代，大部分的很好交易，我有一味，在4级修真国阴阳宗主。数万年前阴阳宗本是5级修真国，这次宗主请千万小心。何方小辈，来我宗撒野！宗主一去数月，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不能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师兄会回来的，他说过他会回来的。可是，我信他。快为宗主输送灵血！压制不住。
说，师兄绝不食言。开炉，炼丹。想什么呢？在3级修真国，6品丹药闻所未闻，归元丹更是夺天地造化。即便是欧阳子前辈，恐怕也难以成功。婉儿，你可知云天宗上下最有可能化神之人是谁？就是欧阳子。他对丹道的痴迷已臻化境，有这份通天执念，将来感悟化神意境之时，毫无阻碍。别担心，欧阳子定会将归元丹炼出来的。哎呀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个也不对。大宗主，不对。统统都不对。5品巅峰还不够，若是丹药太迟，婉儿的身体会先撑不住。丹房驻地，非是误入。是不是你们？若是还需什么，是不是他？随时来找我。不对。婉儿寿元将尽，多年来全靠丹药透支生机，结婴是唯一之法。但此举忤逆天道规则，他必不相容。天道并非无形，而是存在天地之间，干涉众生。莫如进。结婴之时，若真有天劫降临，唯有以金之硬抗。以大宗主的禁制手段，这山谷竟成了楚国上下最坚不可摧之地。可是大宗主到底在防备什么？师兄，你说仙界破碎千万年，却瑰丽依旧，我们能去看看吗？到时坐上星罗盘，能看遍仙界万里河山、亭台宫阙，或许还能找到残存的仙兽。那师兄，我还想去四派，看看凡人的京城，还有你住过的那一条老街。当然可以。
家村，可好？天道无常，不知是否还有天界之外的手段。婉儿，生死意境已经压不住死气了。六品灵丹，我欧阳子练出来了。归元丹药性霸道，对身体伤害极大，必能将体内死气镇压到极致。待婉儿结营之时，全力运转生死意境，加上宝塔仙力，定然足以争取到结营的时间。果然有效。准备的这数十道禁制，才勉强挡下天界一击。天道之力，恐怖如斯。传了。这是死气。不对，婉儿元婴已成，寿元未尽，怎会出现如此多的死气？天道，心灵。
我终究还是在天堂之下挣扎徘徊，水与魔。师兄，就算岁月归期，天道不容，我儿一生有你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天道又如何？那便战吧！天要你死，我也要把你抢回来！混沌！蜀山生机断绝，但血腥已成。师兄。黑天当宿命那刻，让一生陷进窗。今日想要行使天道规则，先来灭我！天道之战，凡人竟无法感知。婉儿，
计，我亡灵偏不！现在，他以元婴之体沉睡，再次凝实，增加寿元，符合天道的规则。19年后，他元婴苏醒之日，我知道你还会来临。不过下一次，我依然还会阻止。这是阻碍天道的惩罚吗？我修的便是天道轮回之术，终有一日，我必取你而代之。到时，我让这天道规则按照我亡灵的意志行事，我让你跪在我的脚下。婉儿，我会等你降生。恭喜周掌柜，是个女娃，母女平安。只是这孩子呀，生来身子虚弱，还需费心好好照顾。一定一定，劳烦您了啊！快进来吧。哎呀，成功了。以婉儿元婴现在的虚弱程度，大概需要18年才能苏醒，并恢复记忆。到那时，天道定然会再次降临。婉儿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前辈，穿过此处便可到达仙夷之地，到时便劳烦前辈了。老夫100年没来这楚国，确实发生了不少变化。是啊，听闻如今云天宗已成为楚国第1大宗门，真是今非昔比。朱雀国失
曾牛道友，朱雀之主有令，3个月后，西山天坛之上，要你与红蝶一战。什么？曾牛？回去告诉他，即便是战，也要在10年之后。这曾牛好生厉害，竟连朱雀国的面子都不给。国外的故人，请进。故人。王林，几位道友，请坐。不知该称呼你为王道友还是曾道友啊？一个称呼而已，何必执着？当年小女子不知前辈身份，还望前辈不要介意。若我没猜错，你们此行是前往仙域之地，寻找你父亲骸骨吧？正是。哈哈哈哈！王兄，不如与我们一同前去吧。孙道友答应前往，所谓何物啊？回前辈，在仙域之地内有一圣物，名为轮回树，共9棵。晚辈有他们的分布地图，只要在树下打坐，就能让修士多一个层级的感悟。哼，这对于元婴修士或许有所帮助，但对于化神中期以上，效果甚微。孙道友怕是另有所图吧？王兄见识过人，孙某佩服。自信道友莫怪，若仅仅是轮回术，老夫断不会前往。我的目的是轮回果。轮回果？没错，这轮回果能将化神修士结婴的成功率提高3成，对我化神修士来说可谓至宝。若王兄愿意前往，所得轮回果，你我均分，可好？既如此珍贵，你为何不一人独占，反而叫上我？王兄有所不知啊，这仙夷之地着实有些危险，其中还藏匿着法力诡异的野人，就连朱雀国都忌惮3分。若是有王兄陪同，此行把握将大大增加。只要找到轮回树，到时我自有办法在3个时辰内催生出轮回果，如何？哈哈哈哈！无妨，我们在仙夷之地入口等你1个月，若是没来，此事作罢，孙某就不打扰了。告辞。兔死记忆中曾提到过轮回果，若将其汁液涂满古神全身，体内经脉将会隐匿，彻底融入血肉，身体吸收天地灵力的速度将会大幅增加。这一过程叫做习体，只有经历习体，本尊才能算是真正的古神。长老今日因曾牛推迟大战一事大发雷霆，本要下山亲自捉拿他，没想到又被那位拦住了。真不知这曾牛到底是何身份，居然让他连续3次出面干涉。师妹，不如我悄悄下山替你杀了此人，即使被发现，也不过罚我闭关100年而已。师兄留步，曾牛想要坏我道心，却不曾想，如今我道心不但未损，反而更加圆满。我虽不清楚那位究竟是何用意，但他执意要我们一战，此举正合我意。师妹，这是我专门寻来的东海之灵，可助断臂重生，你拿去。
不必。每每看到这空秀，我对他的恨就浓上3分。不杀曾牛，死必永不恢复。师妹，他竟给我断臂中中毒咒，曾牛，我定会亲手杀了你。毒咒牵制，可防他突然来犯。不过朱雀国既已得知我藏身之处，却没有为红蝶出头，只是送来战帖，此事古怪。我与红蝶一战在所难免，是时候早做准备了。我要收回巨兽圈，做摄神车魂兽之用。接下来的日子是走是留，你自己决定。你可想好了，要跟随我？你忙了一天，快去吃点东西吧。走，菜在锅里。18年后，你便会想起我们之间的一切，而到那时，天道也会再次来临。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迎战天道。仙域之地可助我提升本尊修为，所以即便再凶险，我也必须得去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要照看好婉儿，不得有失。是。你资质不错，又肯努力，继续坚持定有化神的一日。此物给你，好好感悟。多谢大宗主。小柔儿，看，我会回来接你的，等我。前辈，晚辈王林，受周易前辈所托，照顾您1000年。但眼下，晚辈要前往仙鱼之地，此地凶险异常，
求仙剑一用。此仙剑剑魂已去，剑徽不在，若想使用，还需一个剑魂。许立国，出来！老子终于出来啦！就算是当骡子也得给点甜头吧。一魔头等剑魂，只能发挥此剑小部分威力。待日后有机会，再寻找更合适的剑魂吧。孙前辈，已经1个月了，我们还等吗？此地究竟有多少层，你可知晓？不清楚，但我父亲曾说，此地4层以上相对安全，越往下危险越大。而我可以确定，那轮回树就在第3层，我父亲曾亲眼看过。若算上王道友，3个化身修士在，只要不去4层以下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可若他不来，王兄，诸位久等，途中遇到一些小麻烦。我进入仙夷之地后，此人一直尾随，想趁机偷袭，这就是你口中的野人？不是说野人都生活在地下吗？怎么会跑到地上来？怕不是这仙夷之地内出了什么变故。事不宜迟，我来开路。第2层的入口就在东边。此地竟如此之大，甚是都探不到边际。师傅救我！这几人的头骨与王兄你在地上发现的一致，但他们都不是野人。那是什么？符魁，就相当于是傀儡。据说真正的野人能将修士炼制成符魁，符魁的特征则是通体遍布黑色符文，双眼通红。虽说这符魁的威力不如野人，但一般在第2层才会碰到，不知为何会在此处啊？这符魁头上的叶片又是什么意思？小姐，紫金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入口就在前方。小姐，小姐！黑夜野人，元婴修为。
既然识得野人的等级，还望把你所知的全部说出。这些野人乃是仙夷族，他们分为2类，一类是术咒师，一类是战咒师。他们身上的符文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。以符力为运，进行术法攻击的是术咒师，而符页数量越多，则实力越强。这仙夷族使用的神通之术，与我等修士截然不同。午夜术咒师，化神！尽可吸食符文提升修为，闻所未闻，仙夷秘法，果真不易之极。散开！我们分头前往西北处，在第3层入口会合。既你执意要战，那便成全你。王某倒也想领教一下仙夷之法。此人身上没有半点灵力，但那些符文却让人有心惊之感。符文性的外来者，你们不守约定，百年之期未到，擅入符令者，杀！这野人的符文之力，还真是霸道至极。斩！吃你血液阴剑！若每次使用都要消耗1块极品灵石来顶替稀释，代价太高了。花里胡哨的，还不是被你血液给劈了？仙夷一法，不可小觑。6夜。纳坤，我和约本，阿赫，我真是阿三。阿贡坎特诺萨斯，这仙夷族语。你是谁？你若就此退去，不再扰我修炼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初入修真界，遇到的那怪人阿呆，难道也是仙夷族？外来者，你该现身了。你好，我是仙夷族的卡莫，6夜术咒师。在下王林，化神修士。百年之期未到，闯入仙夷之地的修士都得死。
你刚才未趁我弟子血路时出手，我便也不为难你。他刚才以妖兽之血在身上画下符文，是你们仙夷族秘术？我仙夷族以符文为媒，吸收妖兽之力。越强大的妖兽，带给我们的力量就越大。仙夷之法霸道至极，为何族人屈绝这贫瘠地下？这朱雀星本是我们的居住地，当年朱雀国升至6级修真国，被修真联盟赠予这颗星球。为了抢夺这里，我们爆发了一场大战，仙夷族损失了90%的族人，寥寥幸存者进到这仙夷地下，不再外出。不要进入3层，第3层有我族7叶树咒师的存在，他们相当于你们修士中的应变器。快些离去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多谢提醒。师父，为什么不把他抓住交给族长啊？若我没看错，他身后的符魂气息属于默默。他能杀了我族5叶树咒师，却毫发无伤。为师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将他留下，动手则唯一。要不是为了救我们，师尊也不会。只怪我们天资有限，这才拖累了师父。孙老遭此大劫，王兄杳无音讯，只剩这2个修为浅薄的拖油瓶。若再遇上劲敌，蠢是蠢了些，倒是知道护主。王兄，怎么回事？孙老带我们一路冲杀至此，临到这入口，却遇上了一招数诡异的树咒师。孙老被对方所伤，变得神志不清。落。师父，这是怎么？孙道友还不清醒？那个野人临死前已吞噬这把晋升至6叶树咒师，将我变成符捆。此地暴虐之气不断入侵，我无法尽心驱散。王兄，王兄，救主啊！前辈不可草草行事啊！只要在生死危急的一瞬，这符文神通才会崩溃。果然是生命之下无虚实。王兄，多谢。师父，师父。方才多亏了王兄，无妨。此地危险之极，子欣2人仍不见踪迹。我只知那轮回树在第3层西方，不如
我们先行动身，边找边等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俩爱徒寿元尚有100年，各自损失一甲子，便能催化轮回果出现。一会儿赶路时，你我2人各带一个。王兄，帮我一把，我愿以宝物相赠。此物是我多年前偶然在一妖兽腹内获得，应是上古之宝。我能力有限，无法参透，今送给王兄，只求王兄带上我，帮我争取一个可以在轮回树下感悟的机会。6叶树咒师，逃兽！孙道友。这2个树咒师所求非你，而是看中了涛兽所画的符文之力。涛兽跟随师尊100年，若殊死一战，我们未必没有生机。为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王兄在那儿。修行本是逆天之事，他既有此机缘，我等便不要干涉了。剩下的就交给我们，还请师尊与前辈为我们护法。不知这轮回果会有几颗？最少应是2颗，你我1人1颗。若是3颗，在下多拿1颗。毕竟是我爱徒牺牲寿元催化而成，还望王兄见谅。可以，不过这轮回树的枝干要归我。3颗轮回果。孽豆腐！糟了，还有多久？3个时辰。
些不过是4、5叶数咒师，若来2个6叶数咒师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况且此地还有相当于鹰变修为的7叶数咒师存在。来不及了！师父，好的，孤儿们，就当报答为师吧。牺牲弟子全部收员，加快催化轮回功。这孙某还真是心狠手辣。成了！好！长枪！战咒师。战咒师。你们都留下。竟可以肉身之力接下仙剑之位，怕只有本尊在，才可与之一战。追，奇怪，管他呢，先跑了再说。今日若不杀了此人，定然无法离开。会输大罪，再来者！王某便如你所愿。这剑，我在。摄神车，让我看看你的威力能否配得上你的名字。有而已。这兽魂蓄力太慢，来不及了。主子，小命撑不住了！主子，你这么用，我这剑魂很快就要烟消云散了。这符文之力倒真强悍。你扛不住啊！救命啊！王某现在无需等你。
孽畜，凶性害厉！这蛇神车确有仙宝之威，可惜以我目前修为，难以招架取手拳的凌厉袭势。蛇神车准备开启的时间过长，在七叶束咒师面前，若撑不到启动，必死无疑。居然在老夫眼皮底下遁形，倒有些神通。一旦被对方锁定，我断无活路。外来的小辈，老夫等你多时了。以你绵绵化身中期的修为，能杀了6叶赤木。想必在上面的修真国中也不是无名之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礼。杀死赤木的法宝，就是你那手镯吧？这里面有守魂的味道。出口一封，你跑不掉。把你如何隐藏气息的方法说出来，我给你留个全尸。老夫会亲自为你种下符魂，让你成为老夫的符魁。你这小辈身上宝物倒是不少。剑不错，此物上面有一股天威之力，但这是仙夷圣地，天劫下不来。好强的威压！修为差距太悬殊，完全撑不到蛇神车开启。或战或死或抛，总有一法可用。这画轴怎会有我仙夷圣物的气息？如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逃出此地，虽说极为危险，但却比全无生机要好。空间裂缝，套进虚无空间又如何？虚无之中极易迷失方向，其内也无法打破空间离开，你能逃到哪儿去呢？这小辈竟还有横渡虚空的宝物，
其身份定是尊贵异常，是为老夫福魁的不二人选。老夫说过，会给你留个全尸。好强大的魂力！玉璟浩道灵力枯竭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还敢负隅顽抗？一波生机罢了！想和我玉石俱焚，自不量力！中了符魂之印，就算不死，也将变为符魁。你欺我一寸，犯了王某舍命，要还你3分！仙剑加上兽魂之位，西叶数咒师也未必可全身而退。就是通过领悟这枚符文，才达到奇业。小北，你有幸看到老夫的启蒙符文，此也足矣。竟让我的符文之力受损致死，困兽之斗！老夫种下的符种，除非修为比我高出一个境界，否则绝无可解。发作的越发频繁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去除体内黑纹。元神一旦被黑纹包裹，我将彻底变成符魁。这黑纹来自内心那株植物，木属性。天逆入，这植物虽是符文幻化，但只要是木属性，就可被天逆柱吸收。如今只能赌一次了。身中符文下，他居然还能操控法宝撑这么久。加上极品灵石，应该可以检测到那老匹夫力竭。这小北身上的法宝怎会这么多？居然有可以化解符种之物！幸
幸得前辈教导，晚辈得以掌握星罗盘的挪移神通。他竟将负重全然消解，还可数月始终保持急速不降。那小辈身上法宝层出不穷，若再继续追下去，只怕老夫符力耗尽罢了。哼！不追了。不知死活！符力撑不住了。小辈，你给我滚开！若再跟随，休怪老夫取你性命！王离，你有完没完？拜前辈所赐，晚辈得以遇到这样一个尽情使用法宝攻击的机会。除了这来时入口，别无生门。你不过是瓮中之鳖。老夫要叫你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啊！哦！王某无法离开，你也别想全身而退。老夫不会放过你！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希望可以凭借祖灵打开通道。主子，你怎么把出口给毁了？这样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进了裂缝中，外面便没了牵引之处。若不进去，照起来却也太过困难。来者不善！道友，你我素不相识，这是为何？你们去的时候是7人，为何现在只有你2人出来？我绝未见过此人，但怎会有一种越看越眼熟的感觉？不打，便死。前辈，其他5人中定有与你相识之人。
晚辈知错。当年我父亲在仙夷之地失踪后，我被卖到朱雀国，后成为炉鼎，生不如死。自心不甘，得以幸运逃出，后与家中公孙长老相遇。长老不弃，护我至今，并愿意随我来仙夷之地寻找父亲踪迹。为分散仙夷族人的注意力，我便以轮回果为饵，邀其他5人同行。奈何我寻父未果，只好离开。前辈，是子欣隐瞒在先，前辈若杀，便杀晚辈吧。我要为难公孙长老。少智，让他杀我，与其成为别人的浮魁，死了就算是解脱。找到王林，饶你2人不死。不对，被朱雀国选中的炉鼎，怎会如此轻易逃离？公孙范明明身中符咒，却与他人不同，2人此行又可全身而退，这背后定有神秘高手暗中相助。本尊在他人体内留下烙印，以此标记，便可指引方向。前辈，我前辈，事到如今，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仙夷之行，实为凶险。幸好拿到了本尊习体所需的轮回果。终于成为真正的孤神一族了。咱们献华村终于等到天行宗下山挑选弟子了。你家娃你们好天不能收了，这孩子被选上，那可是光耀王朝的下一个，一个有灵根的也没有。这孩子，我要了。道长，这孩子可是天生哑巴呀。无碍。多谢仙人。如儿，快来给师父行礼。快呀！天生灵力，百脉全通，紫光透体。给老子快点走！耽误了老子换灵石，要你好看！死丫头！我打死你！一个
你会说话了。你愿意跟我修习吗？他早晚都要迈出修行这一步。既然他父母保护不了他，我不如将他带在身边，也好护他周全。自牛，出来应战！生牛，喂，请你莫不是怕了不成？却躲在古姓曾的，出来与我应战！到家了。饿了。这个筷子会飞。尝尝。你不吃吗？修炼到一定程度，便不用吃饭了。我不想天天都不在，四周黑漆漆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在，不怕。那你我不在了怎么办？好漂亮。这个给你，以后你若找我，别晃一下，我就会出现。婉儿，曾牛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我敢出来一战！曾牛，出来一战！我可以让你一只手，可以让你两只脚。聒噪！
象婉儿幼时就是这般模样。叔叔，什么事？没事。小珠儿，进塔。曾牛春，是玉国廖凡，向你讨要羽扇羽榜。曾牛，往日你与雪域国的恩怨，今日便一同清算。走！若你只有这些手段，今日就受死吧！今日是3月17日，曾牛，这便是你的死期。阴波灵甲。是哪个小崽子敢伤老子？这声音，这是黄泉生窍诀中的阴寒之气。抓紧时间寻觅基因之地，修炼黄泉生窍诀。黄泉冰岩，你怎会此术法？你到底是谁？告诉你也无妨，老子叫司徒南。司徒前辈，若那真是你的短臂，我倒有些相信你当年所说了。只是这朱雀第一高手的称号，只有历代朱雀子配得上。你真的是那个人吗？司徒前辈，10年之约将近。这一战我胜算极小，但却避无可避。小白，抬头，低头。小白怎么这么乖呀？10年之约已到，冯某奉朱雀子之命，接你前去。铁岩。在，这雷洼和宝塔，我留在这里，100里之内无人可入。我走的这段日子，你好生照顾小茹儿。本宫放心，老夫定会保李总、茹儿小姐安全。小茹儿，过来。坏叔叔，自己出去玩，不带小茹儿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听铁岩伯伯的话。等我回来，给你抓一只更大的老虎。真的，比小白还要大。比小白还大。那好吧，不过你要快点回来。
宗主，属下已探查清楚曾牛实力。讲，那曾牛如今已是化神中期，意境自是轮回之下的生死感悟，一把无坚不摧的飞剑，还有一神秘宝塔。不仅如此，我用您给的法宝前去试探，发现他竟还掌握黄泉道功法。昔日他断红蝶一臂，今日又被朱雀子看上，又岂会是等闲之辈啊？那之前之事，就这么算了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待他与红蝶一战后，我自会出手。到时无论胜负，曾牛都必死无疑。参见三师姐。这位就是曾牛道友吧？小女是人道仙弟子白雪。师尊说你初来朱雀，一切事宜由我安排。请。御剑中对朱雀国的描述并不详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本以为这曾牛定有绝世天资，如今看来，也不过如此。曾牛道友，你脚下这片土地，便是整个朱雀星上面积最大的陆地——朱雀大陆。在此地有4个修真国。分别是朱雀、青龙、千幻、毗卢4国。我们朱雀国作为朱雀星上唯一的6级修真国，处于朱雀大陆正中心，更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传闻只要生在朱雀国，就连普通凡人都会自命高人一等。看来此话不假。朱雀国中有何宗派？朱雀国又分天域宗、地破门以及人道仙3大宗门，其中各有一个问鼎长老坐镇，并受第14代朱雀子管辖。他是何修为？朱雀子是朱雀星内唯一一位问鼎大圆满修士，但从不轻易露面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只见过他一次。那便是天域宗门。红蝶妹妹现已是天域宗弟子，而我听闻师尊也有意将你收入人道仙。你们2人大战就定在7日之后，可有把握？没有。曾道友不必谦虚，这段日子你暂住人道仙，待师尊修炼完，自会见你。等一下。进入朱雀大陆后，始终有种不安之感。此地不像是住所，倒像是囚牢。
既然此战躲不过，先将御剑地图补充完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朱雀国内能置我于死地之人，绝不在少数。可朱雀子不仅未追究我断红帝一臂之事，还有意将我二人送入两大宗门。他究竟是想通过大比，在我二人中做取舍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此人可以进入房间而不被我察觉，实力定在应变之上。莫非是那人道仙宗主？一个是天之娇女红蝶，另一个是后起之秀曾牛。这两人一战，定然精彩之极。快开始了！拜见朱雀，拜见朱雀。竟然亲临现场，两位是朱雀大人的得意弟子吗？我越发期待今日的比试了。此次大比正式开始。这是我雪域国用500年制作的法宝冰神，今日便让你有来无回。
曾牛，你输了。没错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天劫降下，任何瞬移都将失去作用。红蝶，受死！月圆归一。傀儡虽无法阻止天劫，但却能冲散些许黑气，减小这天劫威力。逼我的困极变！这是什么法宝？那是什么？这一击就将曾牛重创，这么厉害！此物不是你们天域宗正派之宝吗？怎会在红蝶手中？是在下看管不周。此战之后，我定会严查，给朱雀一个交代。这曾牛居然真的可以引下天劫，多亏我将法宝拿给师妹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？这鞭子太过诡异，竟能直接重创元神。战车开启还需要时间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你种下的毒咒，看你能压制到何种程度。就是现在！战车开！我曾以为曾牛不过是小小蝼蚁，不配与我相提并论。我有冰神在手，又有本命法宝帮身，此战杀死曾牛，定如探囊取物般轻松。可今日一战，竟比当年仙界艰难数倍。若没有冯玉山送来的坤极鞭，我定会败落。可此刻冰神已极为虚弱，难道这一次我真的会输给曾牛？许立国，我不会输。曾牛，就算短期应变无望，我也是要杀你！分神鞭，绝情之剑。这就是化神大圆满的意境啊！这分神鞭本是师妹为助自己应变准备的，其中蕴含了她此生的天道感悟，再与绝情意境加成，曾牛定然招架不住。此战元神损耗过大，竟无法破除他的意境。隐情，结束了，快过来，来。师兄，我害怕。
亲情、爱情、恨意、善意，虽是无用虚妄，如同这荆棘藤蔓，终将成为你修道的负累。曾牛，我要你亲眼看到，所有至亲一一离你而去。会剑斩！入世引出世间之气，继而挥舞慧剑，斩断一切之情。此乃绝情意境。僧人，你终究还是亲手斩断了情丝。你败了，今日你必将元神破灭。不管你做过什么，都要保护好自己。我儿一生有你我。在天逆珠内练了这么久，你才勉强达到灵气一子。那便干吧！皇上，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这是我师师中元神物。什么？这世间之情，岂能说绝就绝，说断就断？慧剑虽长，但却砍不断轮回。一身入局，再有所感，多谢你助我明悟。绝情之人，也难逃生死轮回。一身入局，再有所感，多谢你助我明悟。绝情之人，也难逃生死轮回。轮回之下，生死天道。怎么可能？轮回天道本该无情，可惜无情、绝情，仅一字之差，却谬以千里。对于修道之人来说，意境之争就是彼此的道之印证。这一轮是曾牛赢了。老祖说的是，不过这红蝶也不错，竟能在最后关头明悟。说我能达到因变，今日你这轮回便不再是轮回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没有败。
今日天逆珠正好借此圆满。金灵，放！当牛，今日我就算杀鸡4灵，也要杀了你！3灵，击爆！如今我元神受创，修为更是跌至华山初期。红蝶这一击，就算不败也会受重伤。可玉石俱焚，真的是朱雀子想看到的结果吗？只能赌一把，看能否舍命破局。你若敢杀我，大家便同归于尽。那便试试。此战胜负已分。曾牛，你赢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便是我朱雀国弟子，拜入人道仙门下。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提。我要这个。那便给你一半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谢朱雀。此战你2人损耗巨大，接下来就好好休养，去吧。朱雀子究竟想要干什么？第15代朱雀子的名号争夺在即，你们2人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老祖，弟子谨遵教诲，日日不敢懈怠。听说你的炉鼎逃走了，可有此事啊？回老祖，那子欣定是被人放走的，而且那人竟能解开我的桎梏，修为定在我之上，恐怕此事没那么简单，我一定会揪出那背后之人。不必，此事你无需再插手。为师已为你寻了一个更好的炉鼎人选。我所需炉鼎十分难选，不知老祖所指是？此次红蝶与曾牛一战，2人意境都有所明悟，但元神皆受重创。你若能将红蝶的灵力与意境吞并，到那时，你的意境中便多了绝情之境。如此一来，最终的问鼎一劫便会多一分把握。难道老祖当年收下此女，就是为了我？多谢老祖。你莫要辜负我的期待。是。只是红蝶此女，倒有些可惜呀。为师老了，有些事情确实有些不忍心了。老祖，无需可惜，毕竟朱雀的称号不会从这些外罩弟子内产生，除了我与师妹，不会有别人。罢了，你快去吧。是。曾牛，下一次我定杀
在下钱锋，今日刚见过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的意见和先天死灵啊！怎会如此？清河，你若能帮他应下此剑，红蝶结束便消。没想到我的死期。师兄可顺利？自今日起，他就是我的炉鼎，名绝情。恭喜师兄修为大涨。不知我何时才能像师兄一样？不急，慢慢来。绝情已是第3个被我吞噬意境之人，师妹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也会成为我的炉鼎，我必将成为下一任朱雀。只可惜，朱雀只有一个。柳眉，弟子在。你修的是千幻无情道，如今只剩最后一幻未圆满。若能寻一惊世意境，将其吞噬，转换成你的最后一幻，千幻功法便可大成。原本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人，就是那五行宗的周易。此子的痴情意境世间罕见，只可惜此人却是在仙界失踪，下落不明。老子无需烦忧，弟子再多幻化几具分身，继续下山，感悟天道便是。你曾有一具分身，拜于赵国玄道宗门下。在一次宗门大比中，遇见过一位衡岳派弟子，名为王林，你还记得否？王林，是他？没错，那曾牛便是王林，他便是为师为你找的替代品。那红蝶道心已破，无甚提高空间，但王林却不同，你定要盯紧他，待他意境大成之日，你便将此人炼制成炉鼎，待炉碎之时，他的生死轮回意境也会被你掌握。如此一来，你比风儿更有机会接替朱雀称号。弟子领命。王林，当年唯一一个对我分身媚术仍保持清明的小弟子，没想到短短500年就走入了老祖眼中。此人不简单，我不如趁此机会在他体内种下毒蛊，事后方便为我所用。从即日起，你们与我一同闭关。今日来，潜入地上的符魁越来越多，嫌疑族定
定然有所图谋。我们必须保存实力，防患于未然。是。你们可还记得云雀子？可是当年与您争夺第14代朱雀之位的那位。没错，当年他夺位失败，便开始云游朱雀。我本以为他不再参与任何争斗，却没想到他竟暗中培养自己的弟子，其目的不言而喻。可朱雀称号绝不可给云雀仔细分支，可明白？遵命。师弟，你即将前锋的炉鼎子心放走，收入麾下，那便是与我宣战。我定不会给你可乘之机，你选择的4个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师兄，你我斗了一辈子，既如此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你的弟子棋高一筹，还是我选择之人更胜一筹？曾牛小友，你终于来了。云变老怪，你是何人？雪域国宗主李元丰，替红蝶取你性命。听闻当年雪域国为提升至5级修真国，曾有7位化神长老随红蝶同行前往朱雀国。在逆天法术的加持下，唯有1人活下来，得以提升至鹰变期，想来就是你了。李某因红蝶机缘得以突破修为，自是不能忘本。你断红蝶一臂，而红蝶又是我雪域国的希望。于公于私，李某今日都不会放过你。与鹰变老怪碰上，我毫无胜算。我虽元神受损，却不知炸不开空间裂缝。此地已被禁锢，空间裂缝铲不开，你的青罗盘无用。对，忘了告诉你，瞬移也不可用。此阵名为封魔乾坤阵。曾牛，这次你断无活路。
真是不死心呐！孙太，送来！又是应变。曾牛小友，李某说过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曾牛小友，李某说过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现在灵力混乱，元神受损，就连这仙剑之位，也无法发挥到与红帝一战时的威力。这风魔乾坤阵复杂至极，定是传承许久，短时间内定是寻不到生门。众子快走！真是一把好剑，里面居然还有剑魂，不错。此剑可以归你，但那可以引发天劫的小旗，要归我。好，不过星罗盘本就是我族之物，我要拿走。自然。老夫的确是巨魔族之人。当年你在仙界抢走我族少族长赤虎的星罗盘，今日我来取走。两个应变七老怪同时出手，只为了取在下之命。如此殊荣，王某定会牢记于心。是啊，你确实应该铭记，不过要把法宝留下。好宝贝！灵气浩劫了。老祖，还请让晚辈出手，亲自杀了此人，以报当年之仇。曾牛，受死！曾兄，东南角，活路。赤虎，你干什么？快走！老祖，那星罗盘是我赠送给曾牛的，绝非他抢夺。曾牛在仙界曾多次救我性命，我赤虎堂堂男儿，岂能干出灭绝人性之事？混汉！星罗盘对我族没有用处，给了曾牛又何妨？拿了人家飞剑还不知足。要不
不是你是云汉巨魔血最多的一个小辈，今日我定杀了你这逆徒。回去之后，把你闭关100年，日夜承受炼体之苦。我赤虎行事光明磊落，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。曾兄，在下尽力了。这阵法太过诡异，天逆珠也被一层阻力所挡，无法进入。东南，天险地困，凶为东南，木心之处，过山。若能出了阵，道士便可遁入空间避风。小子，应变面前，区化神，活不了。应变一境，老夫一经为茶，茶烟袅袅，品世间百味。湖中藏乾坤，夜间瞥春秋。生死一定，看！以茶为伴，从而感悟人生。在应变修士的大成意境面前，你的意境不过儿戏。浪费了很长时间，杀了此人后，老夫还有要事。李道友，动手吧。你不愿出手，莫非是怕朱雀山的追究？怕了，此事本就是我发起，我出手便是。阵，若非老夫知晓此阵阵眼所在，否则要进来，还真有些难度。是阴宗，这2人虽是应变初期，但传言巨魔族只要达到应变期，便会觉醒天赋神通，还是不要轻易招惹为好。曾牛，你吃饱了撑的。怎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？我说你们2个老不死的，杀一个化神期的晚辈，丢不丢脸？老夫要把此人带走。道友，区应变初期，还是被强行提升上来的，没资格与老夫说话。不行，此人必须死。而且他的尸体也要归我。你又不是我尸阴宗之人，要尸体何用？因为弟子赶到时，那亡灵已身死道消，只有一丝残魂遁入域外战场。弟子追踪而去，可苦寻数10年，一无所获。只怕天逆珠也。老夫问你，此事可还有人知情？没有，弟子已抹去所有知情者记忆，眼下只有弟子和驻扎赵国的通天塔使者还知情。好，很好。远古坤虚圣域流传下来的至宝，岂能说没就没？若能把天逆珠献给修真联盟，定会被赐予6级修真国身份，独占一颗修真星。如此一来，老夫这支巨魔族分支便有了问鼎族群的资格。我
寻亡灵音讯多年无果，直到赤虎仙界一行回来后，我才意外得知，曾牛竟就是亡灵。为防止朱雀国横插一脚，我苦等时机，直到李元丰找上门来，我以拿回星罗盘为由，与他一同诛杀亡灵。即便亡灵身亡，只要有尸体，我就可以用秘术查出天逆珠所在。老夫要他尸身自有用处。滚开！你敢！孙太能来救我，也是没安好心，但却是逃出那阵的唯一之法。千年奴役，才多少年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老子这次非要把你彻底封印不可，省得再被你连累。冲！你当真以为老子怕你不成？怎么会？我的修为怎会这样？李元丰的察知意境与孙太种下的封印，竟结合成了一道强大的坚固，将我体内灵气吸食殆尽。若如此下去，我定会变成一个没有法力的凡人。上次被重伤至此，还是肉身被藤花源所灭，没想到数百年之后，又来这么一遭。纵我步步敬重身世，却还是落入这任人宰割的境地。曾牛，休想带走！修士一旦交战，便是生死之争。你可想好了？与应变终极一战，着实吃力。但亡灵对巨魔族关系甚大，如此一来，唯有一拼。事到如今，是你们逼我的。间很少有生死之争，这仙气一旦消耗，无法补充。那你既决意如此，老夫便与你一仙碰仙。仙气之位，应变一生独有的神通，复兴我族数万年的机会，老夫绝不会放过。哼！老夫应变中期，纵你巨魔族天赋神通，也难敌境界压制。还不死心？老夫的雷之意境，可是当初花了极大代价，在天雷星闭关100年感悟而来。区区应变初期，给老子死！
握在你手里了。敢在老子眼底下减生！这小子身上的封印还差一半，须得与这2块狗皮膏药速战速决，不然空生变故。老夫应变之后，第一次使用天赋神通之术，你接下吧！我靠！还没有伤人之力，只能把对方传到位置遥远的西域。若是再战，我今日怕是要神魂俱灭。老大，那是什么？这。老大，这是一棵摇钱树啊！这小子长得丑，打断腿放在天威飙车前挡道，总比用自己的兄弟好啊！带着我。哎。这位道友，这是很难得的好货。曾有双持一枪，便是要和那红蝶玉石俱焚呐！那红蝶听闻此战后，红蝶也有所突破，闭关参悟应变去了。那可是雪域国出来的天之娇女，当年为了让她归顺，朱雀国可是下了大手笔啊！我知道你有一丝元神藏了起来，绝情，我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逃跑的路径。曾牛与红蝶一战成名，真正坐实了这应变之下第一人之位。
可不曾想，这第二天呐，曾牛却失踪了。什么？曾牛失踪了？真的假的呀？弟子恭请师尊出关。为师听说了，那小子确实消失的离奇。耽搁师父闭关，是弟子无能。无碍，他是为师给你选的炉鼎，不重要，但也重要。昨日极北之地传来一阵仙力波动，应是应变修士斗法所致。为师查到，王林这次失踪和血玉与巨魔族有关。此玉剑可用于寻人，他受伤极重，元神崩溃。我只能感知到他在朱雀大陆北方。修仙500年，终会凡胎。可8年后，婉儿就会再遇天道。8年，若本存在，还可待我寻一处灵力充足之地，重新吐纳，总有恢复的一日。可本尊也因元神崩溃受到了牵连，在楚国陷入了沉睡。或者照此地也修真门派，借其灵气浓郁之处修炼。不过以我现在的身体，又如何能进去？到底要怎样才能破解封印与意境的禁锢？这方圆百里啊，仙人咱惹不起，但凡人的地界上，就是官府也得敬着咱们。偏偏天威镖局没压力劲儿，想要都压不了。今儿啊，就让他们知道规矩。这天威镖局怎么也想不到啊，咱会在这里接上他们。老大真高明啊！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都准备一下去。好嘞。这丑模样倒是个当诱饵的好材料啊！小子，算你倒霉了！瞪什么眼？好了，来了！你使我杀！要你！不抢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，开山门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！快！大当家亲自出手，收获就是不一样啊！又够快活一阵了。去整几坛好酒，让弟兄们今天喝得痛快。好嘞。给我小心了点啊！把那小子扔进水牢里，养上几天，下回再用。知道。
取了一切的修士，比之凡人都不如。婉儿，此一别，道阻艰难，但我定会破除艰难万险，回到你身边。得需灵力才可拨开禁锢，恢复修为。这是真的是灵气，这水中竟有灵气。若能引灵气入体，便可从此处脱困。引气入体，灵气归元。今天收获不错啊，确实啊，踩了头肥羊。这是啥呀？老大，这是俺从那个臭小子身上搜出来的。这难道是天蚕丝？我还不信了。宝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是，哎，这宝贝要是再多弄几个，连成块做成衣裳，那不倒想不如了。不知道你臭小子是从哪儿弄的，我去问问他。老大，就是这儿。老大，水里像是有东西啊！有个屁东西！快把它捞上来！你是什么人啊？那日，你断我四肢。不是哪儿？是他就难干了！你找他一定是俺永远不是配角。我操！仙人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吧！财宝袋子都是你的，饶命啊，仙人，饶命啊！剩的这点灵力，杀他不够，但打开储物袋却够。文兽，妖怪啊！此处何地？回先生，此处是披露国火云寨。把地牢刨开，挖成小潭需几天？3天。一天就可以做到。开始吧。仙人，都挖好了。
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山寨。退下。是。此地显然并非灵脉，为何这水中却有灵气？极品灵石，难怪。虚用5块极品灵石封印，这骸骨生前定是法力通天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这画着我一直无法参透，连当年献一族木叶都为他所动，其中定有不可估量的力量。此处水牢，你们是如何发现的？禀先生，此处多年前就是片荒山，疑似地龙翻滚，山体碎裂后才出现这么个地方。之后，大当家觉得这是个关人的好地方，才有了这水牢。那尸骸到底是谁？与这画轴有何联系？这紫光又是什么？罢了，此事急不得，眼下要抓紧时间恢复修为，破除禁锢。刚在灵气的强硬冲击下，强行从外将禁锢破开了一些小缝隙，然此法已不可再用。此禁锢不光限制灵气进入，还会吞噬灵力。若要破开更大的禁锢裂口，唯有积蓄体内灵力，提升修为，导使体内外灵力夹击禁锢，方可进一步破局。6个月的时间，只恢复到了凝气6层。这封印与意境的结合果真霸道。是时候冲击禁锢了。禁锢的吞噬更强了，灵力撑不了多久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若要进一步打开禁锢缺口，为今只有一法：吞下仙域，以毒攻毒。小点声，别吵到前人。此次突破，插痕消散了1/10，封印也有所松动。初代的许多法宝可以勉强使用，再加上纹兽，只要不遇到化神修士，便不会有危险。无论如何，7年内也要恢复修为。极品灵石有限，若想进一步突破，还需另寻一处灵气充足的地方。炼魂宗，朱雀大陆披露过3大宗派之一，
那里的灵气定然充足。老祖，你怎么了？借你身体！那魔童毁我肉身，伤我元神。若不是将他引到小北延吉之地，利用听人禁制将其禁锢，恐是难逃此劫。此番没有抓到亡灵，还赔上了半条命，唯一所获便是这仙剑。剑魂，剑！大爷饶命！别杀我！当年我也是被那姓王的逼迫的，我对他可是恨之入骨啊！旁的剑魂都是忠贞不二，你这剑魂倒是有趣。你家许爷，他们岂能和奴才相比？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此剑绝非寻常之物，就连其中剑魂都能拥有神智，着实难得。若将其抹杀，倒也有些可惜。不如趁我元神融合肉身之时，先行封印，以观后效。既你主动投诚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老夫剑魂，休想耍什么花招。大爷放心，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绝不背叛。如为此事，便叫我万魔穿心。你随我一同闭关，待我元神与肉身融合后，再去找那亡灵算账。杀心啊！你啥时候能来救我啊？据说炼魂宗是皮陆国最神秘的宗门，从不主动收徒，皆是愿者上钩。只要在开放之日上缴灵石，便可获得一处洞府修炼。护山大阵，何人擅闯我炼魂宗？拜见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此次前来只是想拜入炼魂宗。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弟子是个散修。散修能达到筑基期，倒也不易。不过我宗收外围弟子的时日早就过了，你明年再来吧。前辈请留步，弟子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把好剑，一直没舍得用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小子竟能有此等宝贝！此物从何处得来啊？多年前，弟子曾帮助过一个结丹修士，在他受伤之际为其护法。他伤好后，便将此剑送与我。可弟子修为不够，无法使用。好吧，老夫看你修行不易，便破例子。本醒我，炼魂宗内禁制极多，你若是走错了，我可不救你。多谢前辈。如御前所说，此处灵气果真比外界浓郁数倍。用如此多的灵气，供成千上万的外围修士修炼，真是罕见的大手笔，倒也正合我意。
长兄，长兄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？我路上遇到一个小辈，长兄收他为外围弟子可好？你红毛子都发话了，我岂能拒绝呀？那人就交给你了。我这次出山，收集了上百冤魂，正好能把魂幡练出一个主魂。等练完后，我过来找你吃酒。红毛子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你可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回前辈，是一把剑。既然如此，那这1090洞便归你吧。1年1块中品灵石。此洞府灵气稀薄，多半是条废门。前辈，弟子想换一间灵气更充沛的洞府。修道之人最忌贪快，你如此修炼，道基不稳，此生不会有结丹之日。晚辈还有一事请教，红毛子前辈刚所说的魂幡是何物？你可知，我炼魂宗内门弟子虽只有几百人，却能与毗卢国其他门派势均力敌，是因什么吗？因这魂幡。正是，魂幡乃我宗特殊法宝，其中玄妙只有内门弟子可知晓。想当年，我一路厮杀进内门，却因在结丹初期停留太久而被取消了身份，落得个外围管事。不知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你现在还没资格。外围弟子每隔3年有一场万人大比，决出1人进入内门。你若想知道，自己去试。是晚辈见远。你叫什么？弟子名为青木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找了这么久，却没发现他的一丝气息，难道真遇到了不测？房号越小，表示灵气越多。看在红毛子的份上，我可是给你选了个灵眼之地。多谢前辈，晚辈日后定多多孝敬。外围弟子数以万计，能入内门者万里挑一。炼魂宗却还要耗费大量灵气滋养众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恐怕不只是培养修士这么简单。灵眼吗？借由坤晶眼汇集灵气，再用聚灵阵防止灵气外扩，倒是个伪造灵眼的好方法。不过若能解开禁制，直接接触坤晶眼，冲击筑基后期倒也够用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要想破除禁制，虽有难度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破！
近了。也不知此时婉儿那边怎么样了。还有7年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找出灵眼之地，才能彻底将禁锢破除，解除封印。此处应该就是最接近真灵眼的洞府，但有人在内。青木，前辈，筑基大圆满，此人天资平平，却在短短3个月内从筑基初级一跃至此，身上定是有什么逆天法宝。又或是修炼了什么玄妙功法，怕是下次相见，我便要称呼你为道友了。元神崩溃后，我无法隐藏修为，倒让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此人日后定是个麻烦。此地人杰地灵，晚辈日夜吐纳，也是侥幸成功而已。你若能成功结丹，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，便有极大的可能获胜。若到时你真进了内门，可要时常回来看看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多谢前辈提点。若能从青木口中探出快速修炼的方法，定可重回内门。奇怪，怎会不关门？不过一个小小筑基，捏死他易如反掌。来了，秦牧，快把你修炼的诀窍交出来！我若不，你没得选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根本就不会过问。你交出来，我还能少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你果然有不少宝贝，今日都是老子的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少！我可是外围传师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不会过问。你绝不可能只是筑基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配知晓。
地灵气浓郁，形成了一股天然灵威，借此来打破封印，再合适不过。再来！炼魂宗吗？将外门全部包围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是。不知道群动到底演什么样大的阵仗？不知道。此次一举恢复到了元婴中期巅峰，元神也初步收拢，但是天意珠还无法取出。此人到底是何来头？若我知情不报，恐被牵连。要不……所有人接受检查，如有异动，就地格杀。看来这就是炼魂宗的魂幡秘法。若是能学会，再以游魂炼幡，想必威力不会比真幡小。不是他，继续检查。又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何要跑？炼魂宗外围弟子人员成分复杂，弟子中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交隐，而且还有其他门派派来打探魂幡之法的细作。搜魂术下可什么都藏不住了。来，走吧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，下一个。过去。来。下一个，通过了！怎么可能？快点！好了，下一个。这些内门弟子的最高修为不过元婴初期，紧致的玄妙，不是他们可以看穿的。竟可如此轻易地避开内门长老的检查！哎呀，幸好我没有轻举妄动，此人以后能避则避。除了这些别有目的之人，没找到与昨夜灵脉事情有关的。难不成是外宗所为？好了，
大比将至，速去修炼吧。是。无论是主灵脉，还是魂幡秘法，都是内门弟子的待遇。看来，这炼魂大比的内门弟子之位得拿下。此番最后余生，易景生隐约有了一丝明悟，虽修为暂时恢复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，但对易景的领悟却突破到了化神中期。若能找到那诡异的一点，便可再次突破。而今，仙力冲击对茶痕与意境封印的作用有限，若要继续冲破桎梏，还需另寻他法。李元丰以应变初期的修为留下的茶痕，必有如此威力，可见这应变修士意境可实体化这一点，就不是化神能比拟的。这气息是……师兄，我叫柳梅，你可还记得我？朱雀子的弟子，当年恒月派的那个少年，如今竟也成了炼魂宗的弟子。数百年岁月，也不足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成为朱雀国弟子，除非你本来就是。师兄聪颖啊！你不远万里来探我，到底是何意？王师兄，我不瞒你，柳梅多次接机，只是为了提醒你。你的手镯，我在红蝶身上看到过，此人身上疑点重重，来意不明，定心怀鬼胎，不必，告辞。500年前，他还是个懵懂少年，现在他的内心已坚硬如铁。他的道心究竟是什么呢？受死吧！我认输。认输也得死。看来这场大比又会死不少人呢。只有唯一的赢家才能进入内门，他们当然要抢破头了。加油！炼魂宗每次大比，上万外围弟子只有不到一半能活下来。这等选拔规则闻所未闻，似乎在怂恿选手间互相残杀，其内定有隐情。难不成让弟子相互残杀，再由宗内收魂？原来大比的目的，竟是为了给宗内收集魂魄。没想到炼魂宗的壮大方式竟如此残酷。一个功法诡谲，实
嗜血成性，一个其貌不扬、歪打正着到决赛。哎呀，今年决赛真没看头。开始吧。结丹中期，老子苦修此术数十载，终要得偿所愿。小子，走到决赛算你运气好，但遇到我，也是你的命数。周叔，赢。你这法术，应是同阶修士，一阶即亡。你这叫死咒术，不可能，死咒术不可能失效。这种滴血的神通，不过是对极境的模仿罢了。若是修为碾压，自然是能一击而亡。但若修为差别过大，便会放肆。不可能！你究竟是何种弟子王震见过大长老。这是此次大比胜者青木。司马的死咒术，你是如何破解的？弟子隐藏了修为，实际已经达到了结丹后期大圆满，所以他无法伤我。哼，倒是没有撒谎。不过靠着修为略高，却是毁了一个有神通的好苗子。那谁，他就由你来安排吧。弟子遵命。恭喜师弟赢得大比，入我炼魂峰。先随我一同入内门吧。这3座巨峰，便是内门炼魂、抽魄和锁神3宗所在。内门主脉，果然炼气磅礴。不知那魂幡之法，师兄可否透露一些？自然。魂幡的等级，根据其内魂魄数量依次递增。10魂幡与100魂幡极为寻常，可若是练成了1000魂幡，便就具备了一些神通。我手中的便是1000魂幡。若要练成1000魂幡，必须有主魂，且主魂威力需超过魂幡之上所有魂魄的总和。主魂威力越大，魂幡威力越大。魂魄封印在魂幡之内，不会消散，反可渐渐成长。这也是魂幡之法的根基。虽说朱雀星也有一些收魂炼幡的神通，但与炼魂宗相比，确实有所不及。那9圈金环，便是宗内9位化神长老闭关之地。师弟，你可知曾牛就是传闻朱雀星上鹰变旗下第1者？听说过。其实宗内本有10位化神修士，当年那位化神老祖周游他国，意外与那曾牛产生矛盾，被曾牛击杀引落。我何时杀了一个炼魂宗的化神修士？这曾牛失踪的倒也是实话。遁天始祖本要亲自去找此人讨要说法来着。遁天始祖？咱们炼魂宗有2位鹰变始祖，那2道血环便是始祖们的闭关之所。遁天始祖手中那把10亿尊魂幡，便是那朱雀子也要退避3分。宗内没有师尊，全靠自修。你被分到了炼魂峰，此峰之上，你可选取任意地点，
开辟洞府修炼。内门弟子的服饰和令牌到偏殿领，功法去峰内藏经阁去。多谢王师兄。令牌，进去吧。第3层不能进，余下2层随意翻看。请问前辈，魂幡制作的玉简在何处？那玩意儿这里没有。等什么？魂幡制作的玉简只有10枚，你若想要，凭本事去抢啊！抢来你不就有了？你有本事杀人便杀，看好什么就拿，看中你一个女修就抢，凭实力获取所需，便是炼魂宗的规矩。没有秩序，随意而行，规矩倒也新鲜。好小子，你是这100年来第5个对我出手的，老夫就和你玩玩。别抓了，爷爷！咱们炼魂内宗还有一个规矩。规矩？东西拿走，认输不杀。师弟，玉简那里就有一块。炼魂宗又多了一个不能招惹的主啊！不死！魂力不足饱满，还有几个不弱于结丹修士的威压。这魂幡不错，我收了。认输！我认输！洞府玉简、魂幡统统都归你，我府内还有2个双修的小妾也归你。照规矩，你不能杀我！其内虽是魂幡之法，只不过好像并不全面。师兄可是看出这玉简内的魂幡之法有所缺陷啊？师兄应该是青木吧？此次外围弟子大比的获胜者，师妹许云见过师兄。魂幡之法缺陷，是因为魂幡的制作方法共有3份，与3座飓风的名字一样，分别是炼魂、抽魄与锁神，3法合一，才是真正的魂幡之法。休要回来！竹林脉灵气浓郁，少取一些应该无碍。这是上古魂镜，以魂为镜，变幻莫测不说，威力更是超过寻常剑之数倍。一此魂剑锋陷之处，定有宝物。体内有灵魂之力，不知是宝是祸。而今境况迫在眉睫，也只能并行险招了。